大家好，我是思凡。这个莫甘娜阵容吧，表面上是莫娜、甘雨、迪奥娜，但实际上是温迪、莫娜、甘雨和他的充电宝。所以比起莫甘娜，我更愿意称它为莫甘温。该阵容甘雨是核心，其他一切均为甘雨的大招服务。其中温迪与莫娜在循环中更多承担的是辅助的作用，巨怪、加伤、涌动，这是他们的职责。甘雨是主力输出，伤害基本来自于大招。温迪的具体作用是巨怪、减冰抗以及回能。被温迪大招元素转化后的属性角色也是可以吃到能量回复的。至于莫娜大招会增加敌人受到的伤害，而冰冻状态可以延续这一 buff， 这是我们选择莫娜的原因。更详细的说明可以看我上一期的莫娜全方位攻略。而迪奥娜的作用就如同充电宝字面意义而言，该阵容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那就是循环。只要解决了该问题，那么其他的一切都不是问题。温迪大招60能量，莫娜大招60能量，甘雨大招60能量，我们可以用充能沙漏、充能武器来解决温迪和莫娜他们俩的充能问题。而甘雨作为主要的输出点，肯定是要全队输出的。那自身的充能怎么解决呢？这就要提到甘雨的充电宝了。迪奥娜作为一个辅助，在这套阵容中来说，最大的作用既不是盾也不是奶，而是释放元素战绩后的那几颗元素威力。迪奥娜短按战绩会发射2枚猫猫爪给2颗球，长按会发射5枚猫猫爪给3到5颗球，猫猫爪会自动追击敌人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会打不到。而每只猫爪的伤害都是独立的，所以我们是能够很好的触发祭礼弓的被动的。2次长按会给6到10颗元素威力，让这些球都给甘雨吃到。即便是60充能大招，我们也能够很好的循环下去。就我的体验而言，每个角色的充能最好都达到以下程度：温迪170，莫娜200，高点会更好。甘雨没有必要去刻意堆充能，随便歪的充能应该都是够用的。迪奥娜就是充电宝。说完了充能的问题，我们来谈一谈手法。事先声明一点，手法的顺序并不是绝对的，要视实际情况而定。为了方便说明，元素爆发为 Q， 元素战绩为 E。首先，假如我们面对的是小体积怪，甘雨 QE， 温迪 QE， 莫娜 QE， 然后迪奥娜 QE 及甘雨持球，如此循环，甘雨战场射箭，一套循环差不多就是这样。这里说一点，应该很多人都清楚。甘雨的大招是伪随机的，冰锥的落点往往是会砸在怪物头上的。当我们用温迪把怪聚集到一起之后呢，冰锥的伤害我们是可以吃满的，而且冰锥是范围伤害，吃满的伤害量会非常恐怖。若是大体积怪，首先一定是甘雨 QE， 接下来我们可以用莫娜先把怪物给冻住，再接温迪的 QE。虽然这样做有可能会吃不到冰的40%减抗和温迪大招的回能，但这样做是有好处的，可以防止怪乱跑，防止在切人过程中被伤害打中，打乱操作。甘雨的 E 和莫娜的 E 都具有嘲讽的效果，用它们来吸引怪物的仇人是最佳的。最后谈一谈配装，温迪4分充能沙漏没有问题，莫娜充能沙漏没有问题。你也可以选择完全辅助装的讨论莫娜，也可以选择负 C 莫娜，在我看来影响不大。甘雨一定要4冰，冰套的暴击率很重要。整套莫甘娜阵容最重要的是大招循环，最主要的伤害来源也是甘雨的大招，所以在武器的选择上面，就算不是阿莫斯也没事，确保循环才是最重要的。当然伤害高点能几阶秒了最好。最后谈谈角色的可替代性，迪奥娜有盾有奶能充电，可以说是该阵容的最佳第4人，但是我没有练它，怎么办？在我看来，迪奥娜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吧。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更强烈的奶，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更强烈的盾，有些时候我们会缺点伤害，此时我们都可以替换掉迪奥娜。为了防止大招的充能跟不上，我觉得甘雨可以带祭礼弓，当成纯大招工具人也挺好的。剩下的伤害我们可以用其他角色去弥补。本期圣约的12层下半我就是用莫甘温和琴打过去的。雷使徒用公子魔2分多钟，本来以为来不及了，结果下半1分钟不到就解决了。当时我就觉得这阵容太离谱之后我就去好好的研究了一下，这也是本期视频的由来。莫甘娜阵容其实很早就有了，当时我是不信的，永动又不加伤害，而且我也没有温迪，所以我就没练。但这次我抽到温迪了，再加上12层的水生物必须得用冰，所以我就试了一下，没想到伤害这么高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好了，不扯了，以上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见解，认不认同还是取决于你自己。如果你有自己的见解，也欢迎发到评论区一起讨论。那么我是思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